大家好，欢迎来到学识 Plus。今天我想向大家介绍由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石井直方所著的《生命的深蹲：从2次癌症中拯救了我的生命》这本书。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肌肉衰退会导致快速衰老和早逝；第二，锻炼肌肉能预防糖尿病、癌症和认知症；第三，慢速深蹲是世界上最强的肌肉锻炼方法。首先是第一部分，肌肉衰退会导致快速衰老和早逝。作者石井教授经历了2次癌症，住了3次院，在医院的无菌室接受了1个月的化疗，总共历时半年。他的体重从当初的80公斤降到了61公斤。虽然2次癌症几乎夺走了他的生命，但是他现在已经顺利康复。石井教授回顾他的抗癌历程时，感慨地说：“过去积累的体力和肌肉是他能够存活下来的重要原因。他深刻地体会到保持肌肉在抗癌治疗和手术中的关键作用。现如今，在癌症治疗和手术过程中，保持肌肉的重要性已被广泛认可，并越来越多地纳入到治疗计划中去。术前和术后的肌肉锻炼都被视为影响手术成功率和恢复速度的关键因素。在住院期间，石井教授通过本书中提到的慢速深蹲这一肌肉锻炼方法，努力保持着肌肉量，避免肌肉的流失。如果大家在未来需要面临重大疾病或手术时，请务必记住肌肉锻炼在手术成败中的重要作用。据东京大学的研究发现，人体腰部内侧肌肉的厚度与术后恢复的速度密切相关，腰肌厚实的患者术后恢复的速度更快。石井教授的大腰肌很发达，从而帮助他战胜了2次癌症。然而，并不是所有医院都会将肌肉锻炼纳入到治疗方案中去。但即使如此，大家也可以通过书中建议的慢速深蹲这一肌肉锻炼方法，在病房里自行进行锻炼。石井教授认为，在未来随着研究的深入，肌肉锻炼在癌症治疗中的重要性将会更加明确。当遭遇癌症等重大疾病时，肌肉是保护我们生命的最后防线。在被称为100岁时代的今天，面对超高龄化社会，保持健康和活力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进行肌肉锻炼。希望大家能重新认识到肌肉锻炼的重要性，从而为我们的健康和长寿奠定基础。此外，研究表明，通过进行肌肉锻炼，肌肉会分泌一种叫做肌肉激素的生理活性物质。这种肌肉激素有助于防止人体老化，并预防各种疾病。经常锻炼的人看起来也会更年轻，这正是因为肌肉激素抑制了人体老化的过程。肌肉锻炼不仅能延缓老化，还能真正保护我们的生命。有研究表明，肌肉量减少会增加死亡的风险。因此，为了在未来避免早逝，我们现在就应该努力维持肌肉量。当年老时，是否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我们的肌肉量。定期进行肌肉锻炼并维持肌肉量的老年人，更有可能保持健康。有研究还表明，定期进行肌肉锻炼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和其他慢性疾病的风险。每周约60分钟的肌肉锻炼可以将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18%，每周约30分钟的肌肉锻炼可以将癌症风险降低9%，而每周约40分钟的肌肉锻炼可以将总体死亡风险降低17%。研究还表明，肌肉锻炼的时间越长，患糖尿病的风险就越低。通过这些研究结果，我们可以看出肌肉锻炼对我们健康的重要性。随着年龄的增长，肌肉量会逐渐减少。在30岁后，肌肉量每年会下降0.5%到1%，尤其是大腿的肌肉。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会加速这一过程。为了延缓老化，保持身体的健康，肌肉锻炼是必不可少的。即便每天散步，也无法完全维持肌肉，仍需要我们进行像慢速深蹲那种专门的锻炼。接下来是第2部分，锻炼肌肉能预防糖尿病、癌症和认知症。肌肉是我们身体的基础和根本，和人体的所有活动都紧密相关。我们身体的所有活动都是由肌肉的收缩所驱动的，包括维持姿势、
坐立、行走、跑步和呼吸等等。然而，肌肉的作用不仅限于支撑身体的活动，肌肉还扮演着许多其他的关键角色。首先，肌肉作为我们身体活动的引擎，不仅帮助我们维持姿势和抵抗重力，还通过其泵作用促进血液的循环。运动肌肉可以像泵一样推动体内的血液流动，这有助于预防生活方式病。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活动量的减少，肌肉减少会导致这种引擎功能的衰退，从而加速身体老化，增加患病的风险。例如，长时间坐在办公桌前不活动，会使下肢肌肉失去泵的作用，使血液循环变差。因此，建议每小时至少站起来活动一下。这样做有助于保持肌肉的活动，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预防生活习惯病的发生。此外，肌肉还有产热的功能。我们的体温始终会保持在约37度左右，这要归功于肌肉所产生的热量。事实上，我们体内大约60%的热量是由肌肉产生的。因此，如果肌肉量减少，我们身体的热量生成能力将会减弱，容易感到寒冷。40岁后的女性更容易感受到寒冷，这是因为与肌肉量的减少有关。肌肉在身体中起着类似于火炉的作用，能将脂肪和糖等物质转化为能量，从而产生热量。增加肌肉量不仅能增加消耗脂肪和糖的能力，提高基础代谢率，使减肥更加容易，还能预防脂肪过多导致的肥胖和脂质代谢的异常，以及糖类物质过多导致的糖尿病等疾病。为了预防和改善糖尿病，美国糖尿病学会强调了增加肌肉量的重要性，不仅推荐患者进行有氧运动，还建议每周至少进行1次以上的肌肉锻炼。当一个人患上糖尿病时，多余的糖会导致糖化应激，从而引发动脉硬化、中风、肾疾病和认知症等多种并发症。糖化应激还会显著加速人体的老化过程，因为它是老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增加肌肉量并使身体能够有效消耗糖分至关重要。同时，有研究表明，通过进行肌肉锻炼可以促使肌肉分泌出一些生理活性物质。在这些生理活性物质中，特别受到关注的是一种名为鸢尾素的物质。已经发现，鸢尾素能够激活大脑的海马功能，从而提高人的认知能力，有助于预防认知症。根据美国的流行病学研究，积极参与运动的老年人患上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比不积极参与运动的老年人低1/3。因此，为了预防认知症，增强肌肉活动显得尤为重要。此外，研究表明，经常运动的人患结肠癌的风险较低。有了足够的肌肉量，可以延长寿命并增强免疫力等效果。大家可能听说过骨质疏松症这一疾病，它是一种骨骼变得脆弱且容易发生骨折的病症。随着年龄的增长，患上骨质疏松症的风险会增加，并且随着症状的进展，有的老年人甚至可能因咳嗽或打喷嚏而导致骨折。在摔倒并导致骨折后，可能会加速认知症的发生，并增加日常护理的需求。因此，为了预防骨质疏松症，锻炼肌肉是尤为重要的。接下来是第3部分，慢速深蹲是世界上最强的肌肉锻炼方法。深蹲能同时有效锻炼多个肌肉群，是一种非常高效的运动。对于初学者来说，最推荐的就是深蹲运动，它同时也能够满足高级者的需求。而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强调进行慢速深蹲的重要性。慢速深蹲实际上是要进行缓慢而深入的深蹲动作。为什么要缓慢进行呢？其实，传统的力量锻炼观念认为，只有高强度才能强化肌肉。也就是说，通过举重或使用杠铃这样的高强度力量锻炼，被认为是有效的增强肌肉的方法。高强度的力量锻炼会导致短期内血压的急剧上升，同时也已知会增加身体关节的负担，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容易导致膝盖或髋关节的慢性损伤。因此，作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希望能够改进这些问题，最终开发出来了慢速深蹲的概念。慢速深蹲即缓慢
持续的肌肉锻炼。尽管几十加最大肌力的30%左右的轻负荷，却能高效的锻炼和增加肌肉。这已经通过作者的研究得到了明确的证明。此外，慢速动作也更安全，几乎不会导致关节损伤或血压急剧上升的风险。这使得初学者、体力不足者和老年人等可以轻松实施。那么，为什么即使施加了最大肌力的30%左右的轻负荷，也能通过慢速锻炼有效地锻炼肌肉呢？让我简单地解释一下它的机制。首先，通过缓慢施加轻负荷，持续地对肌肉施加压力，肌肉会因缺氧而逐渐过载。在缺氧的状态下进行轻负荷的力量锻炼，最终会使肌肉内部达到类似于高负荷强度锻炼的状态，从而达到锻炼的效果。大家可能听说过加压锻炼这种锻炼方法，这种方法是通过有意限制肌肉内的血流，制造有益的低氧状态，从而高效锻炼肌肉。加压锻炼通过加压带限制血流，制造低氧状态，但这种锻炼通常需要使用特殊的设备或有人进行指导，对一般人来说可能门槛比较高。这时候慢速锻炼就派上用场了。我们的身体没有像加压带那样持续限制血流的机制，当肌肉放松时，血流会迅速恢复，低氧状态也会迅速被解除。所以，关键是如何避免肌肉放松的瞬间。在很多情况下，快速运动会导致肌肉瞬间放松，因此作者得出了结论：慢速运动是更好的选择。比如作者推荐的慢速深蹲，慢慢下蹲，花费4秒钟，然后不停顿地慢慢站起来，就像加压锻炼一样，制造出肌肉的低氧状态，从而能够高效地锻炼肌肉。效果甚至可以与进行高强度肌肉锻炼时相当。因此，希望大家能把慢速深蹲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去。接下来，让我具体解释一下慢速深蹲的具体做法吧。在慢速深蹲中有3个需要注意的关键点。通过掌握这3个关键点，您可以充分发挥出慢速深蹲的最大优势。首先是第一点，持续缓慢的运动。持续缓慢的运动意味着肌肉始终承受相同的负荷，从而可以期待得到高强度肌肉锻炼的效果。慢速深蹲的动作本身虽然缓慢，但关键在于在站起时不要停止动作，这是与普通深蹲的重要区别。第二点，注重感受到肌肉在工作的感觉，比如肌肉发热、感觉到酸胀等，这些感觉非常重要。第三点，不要停止呼吸，而是随着动作调整呼吸。在动作中不要停止呼吸，蹲下时应该吸气，站起时要进行呼气。有些人在进行深蹲时会屏住呼吸，但不停止呼吸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让我详细解释一下如何进行慢速深蹲。第一种是基本的慢速深蹲。首先站立时，双脚打开与肩同宽，双手放在髋部，稍微弯腰，脚尖稍微向外，然后慢慢的用4秒的时间，一边吸气，同时膝盖弯曲，直到大腿与地面平行，接着用4秒的时间，一边呼气，同时脚底用力并收紧臀部，回到开始位置。这个动作非常简单，对吧？你要注意的是，膝盖不能突出脚尖，也不能向内弯曲，这样会导致膝盖受伤。进行这个动作重复5到8次作为一组，建议每天做3组，每周2到3次。你会逐渐感觉到大腿肌肉有所紧绷，刚开始可能会觉得有点累，但习惯后会逐渐变得容易。希望大家能够尝试一下。接下来是第二种，椅子站立慢速深蹲。这是一种适合体力不足人群的慢速深蹲，动作非常简单。首先浅坐在椅子上，双手放在膝盖上，身体前倾，慢慢的用4秒的时间呼气，同时从椅子上站立起来，然后保持双手放在膝盖上，慢慢的用4秒的时间吸气，重新坐回到椅子上。关键点是站起时保持手要放在膝盖上，并且站起时不要完全伸直膝盖。实际操作时你会发现，手放在膝盖上可以将重心向前移动，使得站起来更容易。
即使膝盖伸直的力量不足，也能够完成动作。与刚才介绍的基本的慢速深蹲相比，椅子站立慢速深蹲的负荷要小得多，更容易做到。这个运动也可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进行实践。例如，在想站起来行走时，不要一次性站起，而是做3次左右的椅子站立慢速深蹲，然后再站起来。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